通胀要卷土重来了吗？2025年1月，美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在连续4个月反弹后来到了3%。此外，澳洲、日本、英国和欧洲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在最近纷纷出现了反弹。这屋漏偏逢连夜雨，川普上任后就立即开启了加关税之路。美国的前3大进口国墨西哥、中国和加拿大皆受到了川普关税大棒的冲击，对欧盟的关税也不会太远。关税也是一种税，只是税就一定会增加价格，提高通胀。川普的关税之风是否会将全球通胀的重燃之火吹得越来越旺？目前的全球经济经受得起通胀的再一次反弹吗？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通货膨胀。在最近100年，全球总共发生了2次大通胀。第一次发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这第2次就是疫情之后的这次。所以想搞清楚本次全球大通胀会如何发展，我们就必须回顾一下上个世纪的大通胀。1971年，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斯废除布雷顿体系，宣布美元和黄金正式脱钩。随后美元迅速贬值，结果是美国进口商品的价格大幅上升，通胀的压力就来了。这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1973年，中东爆发战争，阿拉伯国家减少石油产量，并对西方国家实行了石油禁运，导致石油价格在短短几个月内从每桶3美元上涨到了12美元，石油危机就此爆发。我们都知道，石油是主要的能源，当能源价格上涨时，几乎生产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会上涨。而且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石油还是很多产品的原材料，比如塑料、橡胶和化肥等等，甚至还包括很多合成纤维做的衣服。因此，当石油价格暴涨4倍的时候，全球的其他商品就绷不住了。1974年，美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增长来到了11%。就在美国受高通胀折磨的时候，失业率也高歌猛进，不断攀升，就让美国政府和美联储懵了。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高通胀和高失业率不会同时出现，比如在菲利普斯曲线中，通胀和失业率呈明显的负相关，通胀越高，失业率应该越低才对。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过去的经济波动基本都是因为需求端，需求萎缩的时候，经济变差，价格也会变低。而这次的经济波动是因为供给端，当成本上升，供给减少的时候，经济变差，但价格却会升高。在石油危机刚刚发生的时候，没经历过供给端危机的美联储觉得高通胀只是暂时的，于是他们选择了降息。在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下，当利率降低时，居民贷款、买房买车、企业贷款增加投资都会变得便宜，所以降息可以增加需求，会导致通胀升高，失业率降低。那反过来，加息会导致通胀下降，失业率升高。这后面的故事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了。失业率虽然是稳住了，但通胀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不过这也不能全怪当时的美联储，在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中，食品和能源本来就因为波动太大，被认为没有太高的价值。很多人都认为，在评估通胀的时候，去除食品和能源这2项成分的核心 CPI 要比 CPI 更有价值。所以也难怪当时的美联储认为，因为能源价格上涨而引发的通胀上升是短期现象。然而，随着消费者价格指数不断创下新高，美联储迅速认识到降息是个错误，开始了政策转向，将联邦基金利率逐渐增加到13%，通胀也在高利率的作用下逐渐放缓。然而，就在一切变好的时候，美联储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随着美联储不断加息应对通胀，美国的经济渐渐步入了萧条，失业率从1973年最低点 4.6% 上升到了1975年的最高点 9%。高失业率渐渐成了美联储的头号任务，毕竟美联储就2目标，一个是维持物价稳定，另一个是保持充分就业。既然通胀在不断变低，越来越高的失业率自然就要开始解决。于是美联储选择了大幅降息来增加需求，恢复经济，降低失业率。这逻辑看起来是没毛病，但美联储在操作上却有大问题。当时的通胀虽然在放缓，但却远远没有到已经解决的程度。而美联储在这种情况下，却在短短9个月内将联邦基金利率从12%降低到了5%。要知道，在当时的那个年代，5%的利率绝对属于非常低了。刚刚有说过，低利率会提高通胀，
当时的美联储肯定也知道，只不过他们没想到的是，当失业率下降的时候，通胀会反弹得如此猛烈。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自然失业率的概念，并指出，如果货币政策试图通过牺牲通胀来降低失业率，会导致工资和价格的螺旋式上升。什么意思呢？我用最简单的话给大家解释一下。自然失业率代表劳动市场供求平衡的水平，当失业率在低利率的作用下降低到自然失业率以下的时候，劳动市场供不应求，企业想要留住员工就得给他们加工资。咱就比方说，员工希望每年涨2%的工资，这时候如果通胀是2%，那员工就会要求第二年涨薪2%加2%，也就是4%。员工涨薪就意味着企业成本的上升，企业就不得不增加产品的价格来抵消成本的上涨，所以通胀就会上升。这通胀一上升，员工下一年要求的涨薪就会更高，以此类推，就会形成价格和工资的螺旋式上升。就是为什么当年的美联储在大幅降息降低失业率的时候，通胀会再次失控的原因。其实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通胀预期。员工要求上涨的都是下一年的工资，他参考的通胀也是下一年的通胀。那员工是怎么知道下一年的通胀是多少呢？靠的就是这个通胀预期。一般来说，我们在预期明年通胀的时候，会参照今年的通胀水平。工资和价格螺旋式上升的基础是通胀预期的不断上升。所以今天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不断地强调，美联储一定会尽快把通胀降低到2%，目的就是为了管理市场的通胀预期。不管今天的通胀有多高，你们都给我把未来的通胀预期定在2%。想要控制好市场的通胀预期，最重要的是信誉。如果美联储主席跟川普皇上一样满嘴跑火车，那市场根本就不会相信美联储会不惜一切代价在短期内将通胀降低到2%，通胀预期自然也就无法管理。所以在疫情之后第二次大通胀来临的时候，美联储才会大幅加息，目的就是为了告诉市场，控制通胀这件事儿，我们是认真的。这点对于其他国家的央行也是一样。至于在中国社交媒体疯传的阴谋论，美联储加息是为了收割全球，其他国家加息都是为了跟美联储，那是既不懂经济学也不懂美联储。你看日本就没有大通胀的问题，日元都跌成那样了，也没有选择加息。直到最近一段时间，日本央行觉得通胀会维持在2%以上，才开始慢慢加息，还是以非常小的幅度。那日本怎么就不怕被美国收割呢？回顾完了上世纪的大通胀，我们来总结一下经验。第一，当供给端出现问题，通胀和失业率同时升高的时候，要先解决通胀的问题，再考虑失业率，否则就会出现工资和价格的螺旋上升。第二，控制高通胀常用的方法是加息，但它有一个副作用是增加失业率，此时千万不能因为失业率的增加而迅速降息，因为这样可能会让通胀快速反弹。第三，管理通胀预期对控制通胀非常重要。想管理好通胀预期，最重要的是信誉，央行要展现出迅速降低通胀的决心。下面我们就来以史为鉴，看一下本次大通胀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2024年6月，加拿大和欧洲央行开始降息；2024年9月，美联储开始降息；2025年2月，澳联储开始降息。既然有了上次的经验，知道不能提前降息，那么当全球央行纷纷开始降息的时候，是否说明通胀已经结束了呢？以美国和澳洲为例，我们先来看一下央行们4季是怎么说的。在今年1月份美联储的会议纪要中，美联储说，目前高通胀的风险和高失业率的风险基本处于平衡，我们选择按兵不动，不加息也不降息。在澳联储2月份的会议纪要中，澳联储说，本次降息的原因是核心通胀已经接近目标区间。然而，这次降息并不代表着我们会持续降息，后续的利率决策还要看后面的数据。如果通胀顽固，我们可能很长时间都不会再次降息；如果通胀大幅反弹，我们甚至会再次加息。总体来看，美联储和澳联储虽然都选择了开始降息，但也都在时刻注意着通胀再次反弹的风险，并没有着急进一步的降息。在这里要先讲一个经济学概念，降息并不代表着宽松性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是宽松的还是紧缩的，取决于中性利率。当利率高于它的时候，即使在降息，也属于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比如中性利率是3%，当利率从4.5%降低到4%的时候，央行就是在保持一个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只不过紧缩的程度略有放松。
目前很多央行的策略是先慢慢降息，但在通胀问题完全解决之前，维持一个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确保通胀不会因为降息而出现大幅反弹。有的人肯定会想，既然通胀还没有完全解决，那央行们何必要降息呢？偏要搞得这么心惊胆战、小心翼翼，何必呢？这是因为利率政策的效果往往是延迟发生的。比如加息会导致房贷利率增高，但不是每个人都会在银行增加房贷利率的第一天就知道，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在知道房贷利率升高的时候就放弃买房。信息的传导和消费决策的发生都需要时间。企业也不会在订单减少的第一时间就决定裁员。当货币政策传导到经济活动再到价格的时候，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们可以把控制通胀比作煎一张饼，把高利率比作灶台的温度。当饼快要煎好的时候，常用做法是关掉灶台，用余温将饼煎好，这样可以有效的防止饼被煎糊。这个余温就是高利率的延迟效应。因此，央行之所以选择慢慢降息，就是想利用高利率的延迟效应来解决通胀，防止经济被过度调整，在通胀回到目标区间的时候，经济却衰退了。说了这么多，不难发现，当下的央行是既担心通胀，也担心衰退。这担心衰退很好理解，失业率因为高利率的关系在不断升高，这么发展下去，衰退是迟早的事儿。但通胀真的有必要担心吗？毕竟在1974年美联储选择降息的时候，通胀还在10%以上，而今天通胀都已经接近2%了，市场肯定已经知道央行解决通胀的决心，通胀预期一直维持在2%附近。央行们有必要担心通胀反弹吗？还是说他们只是在例行公事，假装面面俱到而已？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剖析一下通胀的结构。从2022年6月到2024年9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同比增长从最高点9%一路下降到最低点2.4%，降低了6.6%。然而，这并不代表美国物价已经全面回到了目标水平附近。在同一时间段，商品通胀从最高点降低了11.9%，而服务业通胀只从最高点降低了2.9%。不难看出，美国通胀的降低主要来自于商品而非服务业。然而，商品只占 CPI 组成的1/3，而服务业却占了2/3。根据最新数据，2025年1月的服务业通胀仍然高达4.2%，远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水平。占比2/3的服务业通胀如此之高，降低如此缓慢，始终是美联储继续降息的一个担忧。要知道，服务业的主要成本是公司成本，因此一旦降息到宽松性的货币政策，服务业是最容易发生公司和价格螺旋上升的地方。其实不光是美国，基本上全球主要的经济体都面临服务业通胀过高的情况。澳洲最新的服务业通胀高达4.3%，英国最新的服务业通胀高达5.8%。就连上个世纪大通胀的时候，服务业通胀下降的速度要远远小于商品通胀。那为什么这个服务业通胀如此难降低呢？从数据看，服务业通胀不仅下降的慢，上涨的也慢，仿佛是在跟着商品通胀的屁股走。在经济学里，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把商品通胀称为服务业通胀的领先指数。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2个，第一是因为服务业的成本主要是公司成本，通常当商品通胀先增加后，服务业的劳动者感受到了通胀的压力，才会要求上涨工资，进而增加服务业的成本，推高服务业的通胀。如今，虽然高利率在减缓经济活动，但各国的就业市场仍然非常强劲。OECD 国家的失业率连续3年保持在5%以下，很多公司仍然面临招工难的问题，导致薪资同比涨幅仍然在4%以上，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却很低。如果企业不能将上涨的工资转化成产量，就只能靠涨价来解决成本的压力。这第二是因为服务业的行业特性，没有那么容易调整价格，比如学费、保险和租赁都是服务业占比较大的这个内容。这些行业都是1年或半年收一次费，没有办法随时调整价格。因此，当高利率导致需求降低，商品价格快速下降的时候，服务业也只能慢慢的反应。综合来看，之所以美国的通胀可以下降到接近2%的水平，是因为商品通胀的大幅下降，并且已经到了通缩的水平。相比之下，占消费总量2/3的服务业通胀却并没有下降多少。虽然服务业通胀正处在下降的趋势，但仍然在很高的位置，起码目前还没有到可以宣布通胀结束的程度。然而，最近关于通胀的坏消息却接踵而至。首先，美国的商品通胀在最近几个月连续上涨，
从负的1.3%上升到了0.8%，带动整体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增速从2.4%上升到了3%。更糟糕的是，川普开始了自己的关税计划。关税的增加会不会让美国的商品通胀不断升高，带动美国整体的通胀水平再次回到4%、5%，甚至是6%的水平呢？美联储会不会被迫再次加息？美国经济经受得起又一轮加息吗？根据最新消息，目前美国对中国所有超过800美元的商品加收20%的关税，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商品加收25%的关税。看热闹的人可能会说，这也不高呀，川普之前不是还说要对中国收60%的关税吗？真的不高吗？要知道，上次中美贸易战打了那么久，那么热闹，美国对中国的平均关税也就从3.1%增加到了19.3%。这次川普是一步到位，先来个20%，让美国对中国的平均关税增加到了34%。再看加拿大，作为美国最亲密的贸易盟国之一，在此之前，美国对加拿大的平均关税仅为3%。这次关税是美加自上个世纪大萧条以来最大的贸易摩擦。这还只是川普关税大戏的开始。面对其他国家的反击，贸易战有可能会不断的升级。川普也不会放过对美国有2000多亿美元贸易顺差的欧盟。2月26号，川普说，对欧盟的制裁会很快到来。在这里肯定有的川粉会说，川普是个极为精明的生意人，他是不会吃亏的。川普会不会吃亏我不知道，但我肯定的是，美国人会吃大亏。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美国人到底会怎么吃亏。关税是指当企业把产品销往其他国家的时候，需要向购买国的政府上交的一笔税款。比如美国人想买一台小米SU7，价格是4万美元，如果关税是20%，小米公司就要付给美国政府8000美元的关税。但问题是，小米卖一辆车的利润可能都没有8000美元，这么一来，卖车不是赔钱吗？所以小米会增加销往美国汽车的价格，以此来抵消关税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关税会导致价格上涨。本质上，关税和普通的商品税并没有什么区别。2018年，美国对进口洗衣机征收了20%到50%的关税，导致美国洗衣机的平均价格增加了34%。但关税却有一个特点，就是本国的企业不需要上交，因此会给他们一定的价格优势，提升在市场中的竞争力。这也是为什么川普政府明明知道关税会提高通胀，还要加关税的理由。我在之前的视频有讲过，对国家的整体经济而言，关税并不会起到提升的作用，因为它在帮助一些产业的同时会伤害一些下游产业。不过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关税对通胀的影响，其他的就不细说了。2024年，美国前3大进口商品的来源国分别是墨西哥、中国和加拿大，是不是有点眼熟？川普第一轮关税大棒打的就是这3个国家。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的经济学家预测，仅这3个国家的关税，未来1年将使美国的通胀提高1.2个百分点。此外，加拿大的经济学家预测，关税将导致美国汽车的平均价格提高3000美金。除了经济学家，市场也同样认为通胀会在短期内迅速反弹。密歇根大学发布的未来1年的通胀预期，从去年12月的2.7%上涨到今年2月份的3.5%。川普的前特别助理表示，尽管关税在短期内会带来一些痛苦，但最终会通过激励制造业回迁美国而使经济受益。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先不说关税会直接导致大量美国本土企业因为成本上升而严重受挫，当前的美国供应链结构是市场决定的。美国企业之所以选择外迁，也是市场决定的。市场分配是最有效率的分配方式。当美国政府强行用高关税扭曲市场分配的时候，长期来看，美国企业的效率必然降低。不说别的，美国的工人可以像中国的工人那样接受高强度的工作吗？效率一旦降低，痛苦就不会是短期的。我在前面有说过，当美国的通胀再次不断升高的时候，美联储就无法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提振经济，那样会导致工资和价格的螺旋式上升。因此，美联储将不得不把利率保持在高位很长的时间，甚至不排除再次加息的可能。有的人说大不了就回到疫情后的那2年，虽然通胀很高，但工资也在上涨，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在疫情的时期发生了2件事，第一是供应链出现了问题，外加俄乌战争的影响导致供给收缩；第二是疫情封锁，人们无法消费。
外加全世界的政府发了大量补贴，导致人们的储蓄暴涨，结果是需求增加，这才有了全世界第2次大通胀和极低的失业率同时出现。然而，如果新的通胀再次出现，就不会再有大量的政府补贴，也不会再有储蓄的暴涨，有的只会是物价上升和高利率。所以它更加会像是上世纪70年代的场景，失业率和通胀同时上升，美国世界的经济将会陷入一次严重的危机。最后，我这个频道不聊政治，我也不懂政治，不懂川普，我不确定川普是不是在下什么大棋，还是说他只是一个满口大话，根本不懂治国理政的人。因此我并不知道这场关税闹剧会走向哪里，会走多远。但我深切担忧，如果关税大棒继续毫不留情地四处乱砸，美国乃至全球都有可能陷入一场不亚于2008年的经济危机。因为美国也好，世界也好，都经受不起通胀的再一次反弹，而这一次衰退将不会再有一个基建狂魔成为全球经济的救世主。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请给一个关注、点赞加评论，谢谢大家，拜拜。